高高兴兴的刚买了苹果产品，没想到过了1个月，苹果就发布了新款，手里的就变成旧款了。相信你或者周边的朋友都有这样被苹果背刺的时候。到底啥时候买苹果的产品最保值呢？相信看完这期的视频，下次你买苹果的产品就不需要再去问你那个还在读计算机专业的亲戚家的孩子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Barry， 今天视频是纯纯的干货，我们来看一看啥时候买苹果的产品最保值。这里的保值指的是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我们购买苹果的产品，比如 iPhone、iPad、MacBook 以及其他的苹果产品，能保证在后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新款，不会因为苹果的更新换代，导致没几天就变成了旧款。变成了旧款不是说不能用，而是会让你觉得花了相同的钱，相差没几天，为什么别人的是新款，而我的是旧款呢？还有一点影响是，旧款会影响你在海鲜市场的估值，毕竟大部分大家买二手设备都是买新不买旧嘛。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你并不是什么数码发烧友或者说果粉之类的，其实你平常不会去追踪苹果的新闻，你大概只会知道每年的9月份苹果会有一场 iPhone 的发布会。其实苹果在1年中会有4场发布会，如上周的春季发布会一般在4月左右，苹果在这时候通常会发布新款 iPad、iPad Pro、Mac 电脑等产品。接着6月的 WWDC 开发者大会一般会放出新的软件系统给到开发者进行体验和适配，并发布一些软件和服务更新。接着就是9月下旬的科技春晚了，一般会发布 iPhone 和 Apple Watch。最后还有10月或者11月的秋季发布会，一般会发布 Mac 和 iPad 产品。在这一整年中，还会有各种供应链配件厂商的爆料，甚至还会有一些系统的预览版本里发现新的硬件型号和特征。基于这2方面，我们就可以从固定的产品更新频率和小道消息来判断当前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适合购买。不过大家平时都忙着搞钱，天天盯着也不太可能，所以就有一家海外的媒体给大家指了一条明路。这家专门报道苹果的媒体 MacRumors 做了一个关于苹果产品的 Buyer's Guide， 也就是买家指南，给出了购买建议。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问了，他们家靠谱吗？我们先看一下 MacRumors 在5月7日 iPad 发布会之前的爆料。他在4月初的爆料是预计苹果在5月第2周推出新一代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 配备 M3 和 M2 芯片，升级 OLED 显示屏，更薄的机身，更小的边框，横向前置摄像头等。此外还爆料苹果将推出新的 Magic Keyboard 和支持新手势的 Apple Pencil。这时候的爆料除了芯片基本都正确了。然后就是发布会前的最后一篇爆料，就透露了更多细节，比如确定使用 OLED， 具体的 iPad 尺寸和最大存储，可能使用 M4 芯片，还有铝制的 Magic Keyboard。这篇爆料除了最大存储有些出入外，基本和苹果实际发布的内容一模一样了。爆料还提到了 Vision Pro 将覆盖更多国家，虽然发布会没有提及，不过后来都被验证了。MacRumors 的 Buyer's Guide 购买建议也简单粗暴，主要分为4个。Buy Now 表示最适合购买，这时候一般都是刚刚发布的新品，比如 iPad Pro， 他们给的建议就是现在买绝对不会错，你可以闭着眼睛入手。Neutral 表示都可以，意思是产品在正常更新周期内，买不买就看你急不急，着急的话就买，不着急的话就等等。比如14寸或者16寸的 MacBook Pro， 它的更新周期一般是390天，自从上次发布到现在过了200天左右。按照苹果的惯例，新一代的产品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推出。Caution 表示需要小心，意思是产品处于更新的末期，比如 iPhone 15和 iPhone 15 Pro， 因为再过几个月就发布新的 iPhone 产品了，这时候入手没多久就变成旧款了。Don't buy 表示不建议购买，意思是即将发布重大更新，这时候买就是冤大头了，比如 iPad mini。目前已经超过最长更新周期了，预计在今年年底推出新品，并修复果冻屏的问题。而且根据 iPad mini 的最近更新历史，都是2-3年才更新一次，在确定年底发布新品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建议现在购买的。这时候你可能就有疑问了，这个可以买，那个不能买，究竟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呢？其实 Buyer's Guide 是根据以下4点来进行分析，给出指导建议的。自上次发布以来的天数，指的是自产品距离上一次更新过去了几天，再结合更新历史，可以大致推测产品是否即将要更新。产品更新历史指的是每个产品线的历史更新日期，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产品到目前为止更新迭代了几次，每次都在什么时候。比如说 iPhone 都是每年铁打不动的9月或者10月更新。平均更新周期指的是平均更新的天数，也就是这个产品多久会更新一次。像 iPhone 每年都更新，可是有的产品很久才更新一次，比如说像 AirPods， 从16年的9月到现在就发布了3代，平均更新时间为885天。最新消息 MacRumors 会整理各方面的消息，不管是内部、代工厂还是配件厂商，都会透露一些信息。
最著名的事件就是2010年，苹果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在一家酒吧意外遗失了 iPhone 4的测试原型机，导致后来 iPhone 4的设计和功能被提前曝光。这些信息可能会揭示即将发布的新产品或者更新，会不会是一次重大的更新，比如 MacBook 从英特尔的芯片变成了自研的 M 芯片。根据 Mac Rumors 给出的建议，再结合自身的情况，就可以判断当前这个时间点要不要下手了。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有第三个疑问了，那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可以下手，哪里买最便宜呢？这个我真的没有什么建议。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某多多的价格应该是挺能打的，感觉库克都要去那里进货了。如果你不追求最新的性能，其实在新品发布会后，像 iPhone 这种年年更新的产品，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买次新的，价格便宜又有不错的性能。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苹果的翻新机，我自己的 Mac Studio 也是通过这种途径购入的。这些机器都是经过苹果官方回收、翻新并重新销售的，和新机基本没什么区别，最少都会有 15% 的折扣，同时也享受与新机一样的1年保修服务，也可以购买 Apple Care， 就是说它该有的服务它都有。大家可以在苹果官网这个链接去看一看，不过它并不是每个型号都有，如果碰到热门的型号，可能就跟抢演唱会的票一样，基本都是秒光。不过办法还是有的，这里推荐大家一个网站 Refurb Tracker， 它是专门帮你跟踪苹果官方翻新产品的一个工具。你只要在上面选定你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产品，比如 iPad 和 iPhone， 还可以选择具体的机型和配置，比如说是 265G 或 512G 等等。当然你也可以设定一个期望的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说不定还能捡捡漏。最后就是留下你的邮箱，在产品有货的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了。如果觉得上面的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身边曾经被苹果背刺过的朋友。最后祝大家都可以买到心仪的苹果产品。我是 Barry， 与你分享我的数码体验，让我们下个视频见。